先生，我年轻啊，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这天，小董买好了晚间10点钟的火车票，准备回北京。他很抱歉地跟我说，不能再陪我了，得回公司上班。我还想过是不是跟他索性一起回去算了，然后再从北京或者南下或者北上见机行事。说不定我回北京是个正确的选择啊，如果车上没事儿的话。因为后来我听说海外派了好几个人到处找我，那时候黄雀行动啊已经就开始营救国内这个所谓动乱分子了。我的一位前女朋友还专门找到我妹妹，想跟我联系，可是始终就没找到我。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再等几天，听听北京来的消息再说。这天下午，我从海里上来，去买了一些海鲜，做了几个菜，就算是给小董饯行了，喝了少许的白兰地。当时当然了，也是无情无绪，大家心情都非常压抑。分公司的小伙子张昭骑着摩托车送小董去火车站。他们刚走了，也就是半小时左右，烟台公安局的好几十个警察就把这座别墅给包围了。有警察也有武警，细想起来倒也不是毫无预兆。洗澡之前我就听见外边有汽车声，我到阳台上查看，还能看见车灯在院墙外边一闪一闪的，还听到开关车门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下来了。我居然也就没再理会。显然他们是先包围了整个院子，然后再悄悄地进来的。我正要洗澡，忽然想起自行车还放在马路的另一边，应该搬进来。我下了楼，刚出楼门，几个人影就从小楼两侧围了上来，身上穿着公安制服，也有穿便装的。我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反问你是什么人。我说我就住在这儿，叫刘勇。我当时之所以这么麻痹大意，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们这地方养了一条非常凶的大狼狗，没人敢惹。谁想到这条狗原来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下贱杂种。这个窝囊废见了来的人多势众，一声都不吭，一叫都不叫。这还不算，还一个劲儿的在他们的脚下转来转去，摇尾乞怜。反倒是警察见了这条狗有点怵啊，一再跟我说让我把它给弄走。我说没办法，说颈圈断了拴不住，这倒是实话。颈圈刚刚让那狗东西给弄断了。后来就是这个传说中说我放狗咬警察啊，就是这件事的来由。还有许多传言满天飞，说我因为顽抗被打断了腿。不少烟台的各界人士发誓要揍死那个出卖6·4英雄的叛徒。这是后来贺卫方转告我的，因为他是山东附近的什么地方的人我忘了。然后公安人员让我跟他们进楼，说有事儿，然后就开始盘问，要看我的证件。我问他们来此有何贵干，答复是没什么，查一下户口。他们问我说你刚才在哪儿？我说在哪儿？你不是看见了我刚才就在这儿啊？他们说怎么我们上去没看见你，只看见电视机开着。我问说你们上去过？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当时真是纳闷极了。放电视机的客厅就在卫生间的外边，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在卫生间里呢？然后他们让人陪着我上楼取证件，我就拿出那个化名刘勇的假工作证，那是我到了这个烟台之后，让分公司那位邹马香给我开的。后来审我的时候，我都揽在自己身上，说是我强迫他开的。我说我是他们的上级嘛。他们反复查看证件，又死盯着我的脸，我抱着双臂不动声色。然后他们问这儿还住着什么人，我说除我之外还有两三个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问都到哪儿去了，我说有的前几天回了北京，还有2个现在正在火车站。他们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了，问说谁什么时候走的。我告诉他们，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大概以为那就是周舵刚刚跑掉。楼上楼下到处查看了一个遍，接着又一番盘问。也是我倒霉，就在这时候，送小董去火车站的那小伙子张昭回来了。他一见这阵势，吓得要死，声音颤抖，面色惨白。我知道今天这一关是肯定过不去了。他们就问你怎么这么紧张？张昭说我是挺紧张，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刚才我一看见你们这么多人，就等等。我赶紧拍着他肩膀说没事儿，他们是来查户口的。我又替他解释说年轻人没见过这阵势，哪能不紧张。3问2问，这些警察越问越怀疑，最后让我带着他们上楼，就开始仔仔细细翻我的东西，3下2下就把我的居民身份证和2本出国护照，一本公务的，一本私人的翻了出来。二话没说，他们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下楼，说了一声就是他，立刻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就戴在了我手腕上。我笑着对他们说看来你们是专门为我来的了。他们没搭腔。收审证上原因一栏空着，我一看我拒绝签字，我说对不起，这样我不能签。他们说那好办，等等再签也行，马上就补上。过了一会儿他们补上了，上面写的是因涉嫌参与北京反革命暴乱。我接过来一看，冷笑一声，真荒唐。但是既然写的是涉嫌，我也没有理由不签。他们说荒唐，以后你就知道是荒唐还是不荒唐了。其中那位头头跟我说，他说他姓秦，身高1.5米左右，脸上从来没有一丝笑容。搜查证上有一栏叫做被搜查人意见，我提笔正要写，他们忙说不必了，大概是怕我找他们的麻烦。我也没理会，写了一句有关人员都能依法执勤，本人没有意见，这是实情。他们非常小心谨慎，没有丝毫非礼的表现。我是认为对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应该及时表扬，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出楼门的时候，我停下来，把衣袋里边的自行车钥匙交给我们那位已经缓过劲儿来的小伙子张昭，一再跟他道歉说对不起了，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那时候我还没料到后来他们会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几个跟他一起来的女孩子坐在门厅的沙发上发愣，我对他们笑笑，他们毫无反应。
然后2位武警就在我左右紧紧看守，其中有一位看得出来是个心地很善良的软心肠的小伙子，一路上只劝我做我的思想工作，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老实交代。警车开到烟台公安局，审查了一通，做了记录。那位对我态度特别好的小武警，跟我一边聊天的时候，听到我父母的情况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气，同情怜悯之色是溢于言表。将近天亮的时候，就把我关进了牢房，把我的裤带鞋带全都抽走了还不算，连拉链上的一点点金属拉手都被他们给扯掉了。我实在不懂这有什么道理，我觉得他们简直就是一种虐待狂在作祟让我们成天提着裤子被觉羞辱。其实那些刑事犯根本就不在乎，只有我们这些敏感的臭老九才会大惊小怪。我当时心里恨的是咬牙切齿，可也无可奈何。刑事犯对我们这些政治犯都高度尊敬，几乎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我这间牢房关了13个刑事犯，大多数都是盗窃，有2个是诈骗，一个是受贿的干部，还有一位是杀人犯，戴着脚镣和手铐。除了杀人犯、重罪犯，其他人是不会戴脚镣手铐的。烟台的这个看守所，也叫收审所，是我进过的同类收审所里头条件最好的，设备好、干净，管理得很不错，和后来我在顺义县待的看守所形成鲜明的对比。押解到北京之后呢，因为我态度恶劣，我被关在那个顺义县的看守所，惩戒了3天还是4天。顺义看守所里边是又脏又乱，工作人员敞胸露怀，我说工作人员就是那些狱警了，不成体统。茅坑就在牢房的一角，犯人大多数都拉肚子，又没有水冲，经常断水，所以臭不可闻。顺义的伙食也差，而且呢，每人每天还要糊200个小药盒，然后可以换来中午的1个窝头、1块咸菜，或者是1碗菜汤，这算加餐。不干活就没有，我当然拒绝，我不干。我也不想吃这顿什么加餐。我早就有印象，觉得山东民风淳朴，这次经历又加深了我的印象。连刑事犯也比北京好很多。山东人豪爽慷慨，饭馆里的菜同样的价钱，盘子我觉得比北京简直可以大1倍，量也多2倍，而且货真价实，绝不滥竽充数。同样的价钱，山东的1桌菜大概相当于北京的4桌菜。隔了1天，到了7月2号，可能是为了改善我的处境吧，把我换到后边的另一间牢房。然后呢，原来这牢房里的犯人都过来跟我这个道别。新的牢房规格一样，人数包括我在内只有7个，所以就宽敞多了。而且呢，没有一个像罪犯。其中有2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一个是摆赌博的小摊骗钱，另一个偷摩托车，还是初犯，没骑出30米就被人抓住了。另一个小男孩17岁，他母亲是农村的小学教师，结果呢，他受人诱惑，合伙偷了2袋干贝，价值大概有2000块钱，
主谋是他的一个亲戚，结果他们2个人偷了东西，喝醉了吹牛，露了馅。这小家伙天天后悔地捶自己脑袋，说起自己把妈妈害惨了，说着就要掉眼泪。还有一位年轻干部算是经济犯，被人揭发说他贪污受贿，如此等等。这个经济犯是从广州押送回烟台的，据他描述说，广州的看守所简直就是活地狱，说那个房子还是国民党时代建的，说不定还更早，建在地底下，是地下室，见不到一线阳光，墙壁漆黑，空气臭不可闻，犯人挤得满满的，只能蹲着或者站着，根本就别想躺下睡觉。他就在小便池边上蹲了一夜，粪坑里的鹰蛆四处乱爬，天气又奇热，全靠屋顶上一架排风扇吹下来一点热风，还有牢头狱霸克扣囚粮和他们最宝贵的是开水。他说多关几天我非死在里边不可。他说的这些到底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只是如实照录。这小伙子在监牢里整天想老婆，他们原来是一对恩爱夫妻他是个典型的悲观派，一再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说你回去少受不了罪。好在坐牢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文革期间我就因为莫名其妙的什么越境嫌疑，说我偷越国境什么无证明流窜，被关过6个月，整整180天，先后待过6、7个这一类地方，包括云南开远县的收容所、昆明收容所、武汉收容所、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石家庄的河北省第2监狱、保定的学习班等等，还有就是县大狱，也算是见多识广。好了，到了7月4号晚上10点钟左右，我就被提出了烟台公安局的收审所，然后被4位公安人员押解着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3个干部1个小兵。干部呢是绝对客气，小兵是绝对野蛮，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最佳配置。我们坐的是硬卧，5个人，里边还有一个一路上表情麻木呆顿没吭过一声的一个半大小子，一个普通乘客，想必是早已经跟他做了交代，所以呢，他绝对不想惹半点麻烦。晚上，我的左手戴上一只手铐，另一只手铐就铐在那个茶几的支柱上。白天，他们用枕巾盖住手铐，洗脸上厕所的时候解下来，2个人陪同，严密监视。当时我心里暗自好笑。他们告诉我什么如果违反纪律，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等等。其实我根本不会逃跑，我让他们放心，说我不会逃跑，要不然的话不是把你们全都坑了。他们瞪着我，以为我是个大骗子，或者以为我是大白痴，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那3个干警，我觉得他们实在可怜，我确实是不想坑他们。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也不会去冒那个险，摔个半死不活，还可能腿上挨一枪。1968年那回坐牢180天，押送的路上我就见过这种事儿。再说我也逃不掉，广大人民群众觉悟高着呢。第2天7月5号
白天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妇女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然一下坐到我的卧铺上，和那几个押送人员没话找话，问他们穿的是警察制服还是武警制服。为首的那位少尉同志不知如何是好，支吾了一声，低头接着看书，不予理会。这个妇女很生气，批评他太不懂礼貌。他说他是人民教师，我教过的学生多了，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这么没礼貌的。你穿上这身制服就有了骄傲的资本了，真没有教养等等。接着他突然去他那提包里拿出他的工作证要递给我，说同学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他想说什么？几个武警赶快把他拦着，接着就是一番乱七八糟的就是吵架。特别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围观，这个太不合中国人的天性了。显然当时的红色恐怖把大家都吓得要死，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惹事。后来这几位武警把乘警找来，把他好一番审问。这位妇女居然毫无惧色，我听她口音是一个东北人，东北妇女真是名不虚传啊，颇有巾帼英雄的气概。她这番举动明显是一种抗议，故意借题发挥，找他们的茬，找他们的别扭。这三个干部叽叽咕咕一番，很气愤。这时候那小兵发话了，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他说这家伙有什么了不起，一看那副寒酸样就知道是知识分子。这话真是石破天惊啊。我立刻就批评他说，你这位同志说的是什么话，太不像话了吧。我话音没落，他一手就卡住我的咽喉，恶狠狠地说，谁叫你说话，早告诉你不许说话。唉，这家伙到底是练过两手，出手是既准又狠。我真后悔当时没抄起茶几上的那碗茶，砸在他的狗头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寒酸样。我记得有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叫柯庆施，他有一句名言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懒，犯了错误还不想检讨；二是贱，3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这个小兵和这个好学生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愧是一师之传。差别只在于柯老有成套的理论，小兵呢不过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现形式更加粗鄙，更加低级罢了。中国没有亡在这批人手里，真是咄咄怪事。